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2章。新玛格丽特。在第一个楼梯平台上，索雷利遇到了正在上楼的沙尼伯爵。伯爵平时很少激动，此刻却显得异常兴奋。我正想找您。伯爵向年轻的索雷利殷勤地行礼道：“啊，索雷利，今晚真是太精彩了！克里斯蒂娜达埃的成功简直是场奇迹。”不可能，梅格吉里抗议道，他6个月前唱歌还像只鹦鹉呢。不过，亲爱的伯爵，请您让开一下吧。小姑娘顽皮地屈膝行礼，我们要去打听一个可怜被绞死的人的消息呢。就在这时，面色激动的管理员正好经过，听到他们的谈话，立刻停住了脚步。什么？你们都知道了，小姐们？他用相当生硬的语气说道。那好，就别再议论了，尤其别让德比恩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听到，免得在他们最后一天惹麻烦。所有人都朝着舞蹈大厅走去，那里已经挤满了人。沙尼伯爵说得对，从未有过能与那天媲美的演出。当年有幸出席的那些人，至今还在向子孙们动情地回忆着那晚。试想一下，古诺、雷耶、圣桑、马斯内、吉罗和德利布轮流登上指挥台，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他们的合作者中有弗雷和克劳斯夫人。正是在那个夜晚，克里斯蒂娜达埃的艺术才华展现在震惊且陶醉的巴黎公众面前，而我也正想在这部作品中揭示他那神秘的命运。古诺指挥了木偶的葬礼进行曲，雷耶指挥了他美丽的西格德序曲，圣桑指挥了骷髅之舞和东方幻想曲，马斯内指挥了一首从未公开过的匈牙利进行曲，吉罗指挥了他的嘉年华，德利布指挥了西尔维亚的曼华尔兹和科佩利亚的拨奏曲，克劳斯小姐和德尼斯布洛赫分别演唱了西西里湾岛的波莱罗舞曲和卢克雷齐亚博尔贾的祝酒歌。但是最辉煌的成功属于克里斯蒂娜达埃，她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几个选段开场。这是这位年轻艺术家第一次演唱古诺的这部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当时还没有在歌剧院上演，只是在老抒情剧院由卡瓦略夫人首演后不久，喜剧歌剧院才重新搬演。啊！那些没有听到克里斯蒂娜达埃扮演朱丽叶演唱的人，那些不曾领略她那天真烂漫的优雅的人，那些不曾为她那天使般声音的颤音所感动的人，那些没有感到自己的灵魂与他的灵魂一同飞翔在那对维罗纳恋人坟墓上方的人，真是太令人同情了。主啊，主啊，主啊，宽恕我们！然而，与他在监狱那场戏，以及《浮士德》中曲3重唱中展现的超凡嗓音相比，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代替临时身体不适的卡洛塔演唱了那段3重唱，那样的声音和表演，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达埃所演绎的是一个全新的玛格丽特，一个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和魅力的玛格丽特。整个大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无数激情的欢呼声。Shake 像哭泣着晕倒在同伴怀里的克里斯蒂娜，她被抬回了自己的化妆间。她似乎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伟大的评论家 P. 德胜 卫星在一篇题为《新玛格丽特》的评论中，为这奇妙的一刻留下了不朽的记录。他以一位伟大艺术家的眼光，简洁地揭示了这位美丽温柔的姑娘那天下午带来的不仅仅是她的艺术，更是她的心。歌剧院的朋友们都知道，克里斯蒂娜的心灵如同她15岁时一样纯洁。P. 德胜 Ensign QV 宣称，要理解达埃身上刚刚发生的奇迹，就必须想象
他正坠入初恋。也许我有些不谨慎，他补充道，但只有爱才能创造如此惊人的奇迹，如此耀眼夺目的转变。2年前，我们在音乐学院独奏会上听到克里斯蒂娜·达埃演唱时，对她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今晚，如此卓越的表现从何而来？如果不是爱乘着翅膀从天上降临，我恐怕只能认为她是从地狱升起的。而克里斯蒂娜，就像歌唱大师奥夫特丁根一样，已经与魔鬼立下契约了。没有听过克里斯蒂娜·达埃演唱《浮士德》中曲3重唱的人，就不算了解《浮士德》那种声音的升华和纯洁灵魂的神圣迷醉，是无人能超越的。然而，一些常客表示抗议，如此珍贵的宝贝，怎么会向他们隐瞒这么久？克里斯蒂娜·达埃之前只是一个差强人意的西贝尔，与卡洛塔这个过于浮华、物质化的玛格丽特相比，而在这次盛大演出中，正是卡洛塔那不可理解、无法解释的缺席，才让小达埃有机会在为这位西班牙天后保留的节目中充分展示他的能力。为什么在卡洛塔缺席的情况下，德比恩先生和波利尼先生会选择达埃？他们难道知道他隐藏的天赋吗？如果知道，又为什么要隐瞒呢？而他自己又为什么要隐瞒？奇怪的是，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他曾多次声明，今后他将完全独自学习。这一切都令人费解。沙尼伯爵站在自己的包厢里，目睹了这一切狂热景象，也加入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沙尼伯爵，菲利普·乔治·玛丽·沙尼，当时正好41岁。他是一位气度非凡、极富魅力的绅士。他身材中等偏高，长相英俊，尽管额头有些硬朗，眼睛略显冷淡，但他对女性彬彬有礼，对男性则稍显傲慢，后者有时不免嫉妒他在社交场合的成功。他心地善良，品行正直。在老菲利贝尔伯爵去世后，他成为法国最显赫、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首领，其贵族头衔可追溯到路易·勒泰特。沙尼家族的财富非常可观。老伯爵去世时是位官夫，打理如此庞大的家产，对菲利普来说并非易事。他的2个姐妹和弟弟拉乌尔对遗产毫不在意，也不愿提及分割，将一切都交给了菲利普，仿佛长子继承权从未废除过一样。当2个姐妹在同一天结婚时，她们从弟弟手中接受了属于他们的那部分，不是作为遗产，而是作为嫁妆，并为此向他表达了感激。沙尼伯爵夫人娘家姓马尔蒂尼埃尔的莫埃罗吉斯，在生下拉乌尔时去世。拉乌尔比他的哥哥小了20岁。老伯爵去世时，拉乌尔只有12岁。菲利普积极地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在这方面，他的姐妹们首先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后来是一位住在布雷斯特的老姑妈，一个海员的遗孀，她培养了年轻的拉乌尔对航海的兴趣。拉乌尔进入了博尔达号船员训练营，以优异成绩毕业，并顺利完成了环球航行。得益于强大的关系网，他刚刚被任命加入雷坎号探险队。该队的任务是在极地冰层中寻找阿图瓦号探险队的幸存者，后者已失踪3年，毫无音讯。与此同时，他正在享受为期6个月的长假。贵族区那些富有的寡妇们看着这个年轻英俊、看似脆弱的青年，已经开始同情他即将面临的艰苦任务了。这位年轻水手的腼腆，我几乎要说是他的天真，是引人注目的。他看起来就像前一天才刚从姐妹的裙子底下跑出来一样。事实上，他受到他们和老姑妈的溺爱，保留了这种纯粹女性化教育造就的近乎纯真的举止，一种至今没有任何事物能玷污的魅力。那时他刚满21岁，看起来却像18岁。他留着淡黄色的小胡子，蓝色的眼睛，肤色像孩子一样细腻。菲利普对拉乌尔非常纵容，
首先，他为他感到非常骄傲，并欣喜地预见着他弟弟在海军中光辉的职业生涯，因为他们的祖先之一，著名的拉罗什的沙尼，就曾是一名海军上将。他利用弟弟的假期，带他领略巴黎的风采，而拉乌尔对这座城市所能提供的奢华欢乐和艺术享受几乎一无所知。伯爵认为，在拉乌尔这个年纪，过于谨慎并非好事。菲利普的性格非常稳重，无论工作还是享乐都拿捏得当，举止总是无可挑剔，绝不会给弟弟树立坏榜样。他带他去各种场合，甚至带他进入了舞蹈大厅。我很清楚，有人说伯爵与索雷利关系极好，但是对于一个尚未结婚、时间充裕，尤其是在姐妹们都已成家立业后，愿意在晚餐后花1-2个小时陪伴一位舞女，尽管她显然不算聪明，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这样做难道能算犯罪吗？何况，对于一个真正的巴黎人，尤其当他拥有沙尼伯爵这样的头衔时，有些地方是必须露面的，而在那个年代，歌剧院的舞蹈大厅正是这样的地方之一。再者，也许如果不是拉乌尔多次带着温柔的固执主动提出要去，伯爵也不会带他进入国家音乐学院的后台，那种固执伯爵后来必定会记起。那天晚上，菲利普在为达埃鼓掌喝彩后，转过身望向拉乌尔，看到他脸色苍白，着实吓了一跳。您没看见这位女士很不舒服吗？拉乌尔说道。确实，在舞台上，克里斯蒂娜·达埃需要人搀扶才能站稳。是你快要晕过去了，伯爵俯身对拉乌尔说，你怎么了？但拉乌尔已经一跃而起。我们走吧，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想去哪儿，拉乌尔？伯爵惊讶于他弟弟此刻的状态，问道。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他头一次唱成这样。伯爵好奇地打量着他弟弟，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他立刻补充道，走吧，走吧。他似乎感到非常得意。他们立刻就到了挤满了人的订票入口处，在等待进入舞台区的时候，拉乌尔无意识地撕扯着自己的手套。菲利普非常理解，没有嘲笑他的焦躁。不过他已经明白了，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拉乌尔在他说话时心不在焉，也知道了为什么他似乎总是愉快地将所有谈话都引向歌剧院。他们进入了舞台区，一大群穿着燕尾服的人正匆匆走向舞蹈大厅或艺术家的化妆间。舞台机械师的叫喊声与服务主管们激昂的训话声混杂在一起。最后一幕的群众演员正离开舞台，那些推挤着的老色鬼们，被搬过去的布景架，从天幕杆上降下来的布景，正在被敲打固定的活动平台。那种永恒的小型剧场的喊声在耳边回响，就像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要么是你的礼帽遭殃，要么是你的腰部被狠狠撞击，这便是幕间休息时的常态。而这一切总是会令像这位留着淡黄色小胡子、蓝色眼睛、孩子般肤色的年轻人这样的新手感到不安。他正尽可能快地穿过这片区域，这里是克里斯蒂娜·达埃刚刚取得胜利的地方，也是约瑟夫·布凯刚刚去世的地方。混乱从未如此彻底，但拉乌尔也从未如此毫不犹豫。他用肩膀有力地拨开人群中的所有阻碍，完全不理会周围的议论，也不去听舞台机械师们惊慌失措的话语。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急切地想要见到那个用神奇嗓音攫取了他心的人。是的，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颗可怜的、尚且稚嫩的心，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自从克里斯蒂娜，那个他从小就认识的女孩，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天起，他就努力守护着自己的心。他在她的存在中感受到一种非常甜蜜的情感，他试图用理智去抗拒她，因为他曾向自己发誓，他只爱将成为他妻子的人，而且他甚至从未想过会娶一个歌手。但是，在这甜蜜情感之后，却是一种可怕的感受，是感受还是感觉？这其中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折磨。他的胸口痛得厉害，好像被活生生地剖开，把他的心掏走了。他感到胸腔里有一个可怕的空洞，一种真实的空虚，只有他的心才能填满。这些都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似乎只有那些在爱情中遭受了那种被称为一见钟情的奇特打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菲利普伯爵费利蒂跟在他后面，他继续微笑着。在舞台区的尽头，穿过那扇通往台阶的双开门，台阶向上通向大厅，向下通往底楼左侧的包厢。拉乌尔不得不停下脚步，因为一小群刚从谷仓下来的小老鼠们挡住了他想进去的走廊。小小的涂着口红的嘴唇里冒出许多嘲讽的话语，他没有理会。他终于设法挤了过去，一头扎进了走廊的黑暗里。那里充满了热情崇拜者的喧闹声，一个名字盖过了所有声音：达埃，达埃。拉乌尔身后的伯爵自言自语道：“这个小坏蛋竟然知道路，他想知道他是怎么学会的。他从未带他去过克里斯蒂娜的化妆间，因此必须推测他在伯爵在大厅里与索雷利闲聊时，曾独自来过这里，因为索雷利经常请求他留在身边，直到他上台的那一刻。有时他还有个霸道的习惯，把从化妆间下来时穿的小护腿交给他保管。那些护腿能保护他的缎面舞鞋的光泽和肉色紧身衣的洁净。索雷利这样做也算有个理由，他失去了母亲。伯爵推迟了本该去拜访索雷利的行程，于是沿着通往达埃化妆间的走廊走了过去。他发现那条走廊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拥挤不堪，整个剧院似乎都被这位艺术家的成功以及他的昏厥所搅乱了。因为这位美丽的姑娘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们已经派人去请剧院医生了。医生随后赶到，推开人群挤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拉乌尔，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就这样，医生和这位热恋的年轻人同时来到了克里斯蒂娜身边。他接受了医生最初的照料，并在拉乌尔的怀抱中睁开了眼睛。伯爵和许多其他人都站在门口，门口那里拥挤不堪，几乎令人窒息。医生，您不认为这些先生们应该让开化妆间吗？拉乌尔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问道。这里面根本无法呼吸。您说的完全正确，医生肯定地说，然后打发走了所有人，只留下拉乌尔和克里斯蒂娜的女仆。这位女仆用惊讶得睁大的眼睛看着拉乌尔，眼里充满最真诚的诧异。她从未见过他，然而她不敢开口询问。医生则心想，如果这个年轻人敢这么做，那显然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就这样，子爵留在了化妆间里，亲眼看着达埃逐渐恢复了活力。而那两位经理德比恩和波利尼，他们本想进来向他们的得意门生表示赞赏，却被毫不客气地挡在了门外的走廊里。穿着一身黑衣，沙尼伯爵也像其他人一样被赶到了走廊里，大声笑了起来。啊，这个小坏蛋，这个小坏蛋！他对自己补充道。可不能小看了那些装作小女孩的年轻人嘛。他感到非常得意。他可是个沙尼。
他总结道，然后便走向索雷利的化妆间。但他正带着他那群吓得浑身发抖的小羊羔，朝着大厅走去。伯爵在路上遇到了他，正如之前所说的，在化妆间里，克里斯蒂娜·达埃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接着轻声呻吟了一声。他转过头，看见了拉乌尔，身体不禁一颤。他看了看医生，对他笑了笑，接着看了看他的女仆，最后目光落在了拉乌尔身上。先生，他用只剩下叹息般的声音问他，您是谁？小姐，年轻人回答，同时单膝跪下，在他这位女高音的手上印下一个炽热的吻。小姐，我就是那个曾到海边为您捡拾披肩的小男孩。克里斯蒂娜又看了看医生和女仆，他们三人都笑了起来。拉乌尔的脸涨得通红，站了起来。小姐，既然您似乎不愿认出我，我想和您私下谈谈，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等我感觉好些的时候，您看好不好，先生？他的声音颤抖着，您真是太好了。但是您需要休息，医生补充道，带着他最温和的笑容，请让我来照料这位小姐吧。我没有生病，克里斯蒂娜突然喊道，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奇怪且出乎意料的能量。她站了起来，用手快速地掠过眼睑。非常感谢您，医生，我需要一个人带着。各位，请出去吧，让我一个人。我今晚情绪很激动。医生本来想说些什么，但见他如此激动，便认为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围殴他。于是他便与拉乌尔一同走了出去。拉乌尔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走廊里，不知所措。医生对他说，我今晚完全认不出他了，他平时那么温柔。然后他便把他留在了那里。拉乌尔独自一人留在原地。剧院的整个那个区域现在都空荡荡的，告别仪式想必已经在歌剧院的大厅里开始了。拉乌尔心想达埃可能也会去，便留在原地，在寂静和孤独中等待着。他甚至躲进了一个门框的阴影里，那阴影正合适用来隐藏。他的心里仍然痛得厉害，而这正是他想立刻就告诉达埃的事情。突然，化妆间的门打开了，他看见女仆独自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些包裹。他挡住了他的路，询问他主人的情况。他笑着回答说他很好，但不能打扰他，因为他想一个人静一静，然后便走开了。一个念头闪过拉乌尔灼热的头脑，很明显，达埃想一个人带着是为了他。他不是告诉过他想私下谈谈吗？这就是他让其他人离开的原因。他呼吸急促，走进化妆间，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倾听。他正要敲门，但他的手停住了。他刚刚听到化妆间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特别威严的语调说：“克里斯汀，你必须爱我。”克里斯蒂娜痛苦的声音可以听出被泪水打断。一个颤抖的声音回答道：“您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只为您歌唱。”拉乌尔靠在一个门板上，痛苦万分。他以为永远失去的那颗心，此刻又回到了他的胸膛，而且跳动得震耳欲聋。整个走廊都在回响着他的心跳声，拉乌尔的耳朵都快听不见了。当然，如果他的心跳声继续这么响，他们肯定会听到，会打开门。这个年轻人会被丢脸地赶出去。对一个沙尼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竟然在门后偷听。他用双手死死地捂住心脏，试图让他安静下来。但是，一颗心可不是狗的鼻子，就算你死死捂住一条不停叫唤的狗的嘴，也总能听见它低沉的嘶吼声。
那个男人的声音继续说：“你一定很累。哦，今晚我献出了我的灵魂，我已经死了。你的灵魂美极了，我的孩子。”那个男人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我感谢你，没有哪个皇帝收到过这样的礼物。今晚天使们都哭了。”在听到那句“今晚天使们都哭了”之后，子爵就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然而，他并没有离开，他害怕被人发现，于是躲进了一个阴影笼罩的角落，决心要等到那个男人离开化妆间。他也在同一瞬间认识了爱与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爱着谁，而他更想知道自己恨着谁。令他大为惊讶的是，门打开了，克里斯蒂娜达埃裹着皮草，用面纱遮住了脸，独自走了出来。他关上了门，但拉乌尔注意到他没有锁门。他从他面前经过，他甚至没有用眼睛跟随他，因为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那扇门，他没有再次打开。然后他看见走廊再次空无一人，便立刻穿了过去。他打开了化妆间的门，立刻在他身后关上了门。他身处最彻底的黑暗之中，他们已经关掉了煤气灯。这里有人吗？拉乌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当他说这话时，仍然紧靠着那扇关着的门。一片漆黑，死寂无声。拉乌尔只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他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鲁莽，简直超乎想象。除非我允许，否则你哪儿也别想去。年轻人喊道：“如果你不回答我，你就是个懦夫，但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他点燃了一根火柴，火苗照亮了房间。化妆间里没有人。拉乌尔在仔细锁上门后，点亮了煤气灯和蜡烛。他走进了梳妆台后面，打开了衣橱，仔细地搜索着，用他那湿漉漉的手摸遍了墙壁，什么也没有。啊！难道我疯了吗？他大声说道。他就这样待了10分钟，听着煤气灯在空无一人的化妆间的宁静中发出丝丝的轻响。深陷爱河的他，甚至没想过拿走一条能带着他爱人香气的丝带，聊以慰藉。他走了出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在他漫无目的的游荡中，一阵冷空气扑面而来。他站在一条狭窄的楼梯尽头，身后正有一队工人弯着腰抬着一个盖着白布的担架，沿着楼梯走下来。请问出口在哪里？他问其中一个人。就在眼前，您看到了。他们回答他，门是开着的。不过请让我们先过去。他机械地问道，指着担架。那是什么？工人回答说，这是约瑟夫·布盖特，他被发现在舞台区的第3层地下室被吊死了，在吊杆和拉合尔国王的布景之间。他在队伍面前闪开让路，向他们敬了个礼，然后走了出去。